君青燕，你很喜欢我呀？他似乎能感受到君青燕对他的喜欢，那种一看到他心就软成一团的感觉。他喜欢君青燕这样看着他的眼神，就好像在看着什么真爱之物。喜欢。君青燕大大方方地承认，他发觉自己喜欢云洛家，便想方设法地抓住，绝不给自己留遗憾。有多喜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君青燕没有仔细想过。他略微沉吟，老老实实地回答：喜欢到除了你，没想过让别人成为我的王妃。云洛家笑起来，把杯子里的酒全部喝光。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星眸含笑看着君青燕。这双眼睛只看得君青燕心里发痒，不自觉地把手放到云洛家的脸颊。日后不要在旁人面前喝醉。云洛家把手落在他的手背上，在滚烫的脸颊上轻轻地蹭着。我没喝醉啊。你说没醉就没醉。其实我第一次见你，就觉得天底下怎么能有男人长得这么好看？所以你就不挑剔，强行睡了我。说好了对我负责，可却只想用给我一只腿基底了。那我又不喜欢你，总不能一睡了一觉，我就要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吧？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，君无倦？君青燕觉得他是真醉了，并且开始口无遮拦，一会儿君青燕，一会儿君无倦的乱叫。他平日从不问云洛家对他的心意，此时倒是可以借着他酒醉探上一探。所以你现在愿意嫁给我，是喜欢我了？可能是吧。这模棱两可的回答，但也是他的真心话。你与君玄玉的关系如何？从云洛家的口中听到别的男人的名字，君青燕的心里有一瞬间的不高兴。你为何好奇我与玄逸的关系？就只是好奇。关系还可以。临走时，君青燕找韦二要了几坛子好酒。今天云洛家喝了不少的竹青酒，这会子有些微醺的醉意。马车晃得他觉得有些晕眩，便靠在君青燕的肩头歇息。君青燕将他搂入怀里，防止马车颠簸把他给摔了。小姑娘看着酒量不大行，才喝这么一点就醉了。醉酒后的云洛家格外的乖巧，倒让君青燕有了一种抱回府中藏起来的冲动。日后还是要看紧一些，不能让他在别人面前喝多了。如意赌坊的老板与惠春楼的幕后老板是同一人吧？你与他何时相识的？王爷真的很聪明，但是我跟他是盟友，我觉得盟友不可出卖，这与相不相信王爷无关，所以你别多想。盟友？你与除我之外的男子那般要好，我可是要吃醋的。君无倦，你有时候说话特别的可爱。吃醋不闹别扭，而是大大方方的说出来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我对情情爱爱的其实有些迟钝，对除了你之外的男子也没有过于要好，只是各取所需，互相利用罢了。我可以嫁给你，可你也说过要给我绝对的自由，对吧？你要是这么爱吃醋，这么不信任我，还怎么给我自由啊？你这不是哄骗我吗？我确实发觉你对情爱之事的愚钝了。我说过的话有效，不是哄骗你，你不想说便不说，我不会逼迫你说的。小姑娘对情爱之事并非是完全不懂，只是比起其他的方面，她对这方面很是迟钝。会主动亲近他，却不知是不是喜欢他。吃醋与信任无关，只是难以言说的情绪罢了。可是显然小姑娘不是很明白。酒意已经上头，云洛家被马车晃得有些昏沉，不知不觉就靠着君青燕睡了过去。迷迷糊糊回到丞相府，君青燕将他叫醒，亲自送回他的小院。他顺便去见了云华旭，商议了一下提亲的事宜。佳儿，小狼孩今日怎么没与你一同过来？偷喝了点酒，这会儿还醉着呢。他倒也是会折腾的，前几天把后院的鸡都给糟蹋了，
我们这都连着吃了几天的鸡了。等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，云华旭清了清嗓音，宣布了一件事：安宁王今日与我商议了，下月18要来府上纳采。七妹妹与安宁王情投意合，倒是早些提亲纳采也挺好的。对啊，而且如今安宁王的腿疾也好了，我们也不必担心了呀。可是不是说他没有生育能力吗？我给他把过脉，没有发现他有那个毛病啊，估计是可以生的。听到云洛家的话，大家都松了口气。啊，四哥，你前日可与玉棉去了同心茶楼？那天他只看到了一个背影，看着与玉棉极其相似，可是玉棉身边的男子，他可以确定不是云帆。他这么问，也只是觉得这么问最合适而已。并未，绵绵这些日子也未曾离开过小院，他生性有些怕生，所以极少出门。那是我看错了。应当是看错了。我准备早些将绵绵接进府中来，下个月大哥成亲之后，我便接她入府。我看倒是可以的。大半夜的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不知道我身边有安危？听闻昨日皇后召见你了。看来皇宫里的事情瞒不过你，不过这样正好，省得我多费口舌。她为何3番2次召见你啊？与你可是有什么交易吗？殿下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可是不懂。你若是疑心这么重，我们以后也不便接触了。我并非怀疑你。行，我信了。皇后从我这里拿了瓶毒药，我猜测她想给太子妃用。不过我给她的并非是毒药，但我希望她能变成毒药，但不是用在太子妃身上。殿下，你觉得这个毒药给谁用了会给她致命一击呢？臣女见过皇后娘娘。七小姐，进宫这么多次了，还不懂规矩吗？就是不懂规矩，才需要皇后娘娘的教导啊。好，那本宫现在便教导你，见本宫要如何行礼。过去好好教教七小姐该如何给本宫行礼。他看了一眼旁边的11，眼神陡然冷了几分。把那个畜生给本宫扔出宫去，主子不懂规矩就算了，两个畜生也不懂规矩，谁敢动他？皇后娘娘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是我前些日子给你的毒药没有毒死老鼠，所以您心里不高兴了？皇后定然是知道了云洛家当初在耍她，所以才恼羞成怒，想借着教导她规矩的机会折腾她。听到云洛家当众提及此事，皇后的脸色突然变了。你进宫还带毒药，意欲何为？不是娘娘让我带的吗？娘娘不会想倒打一耙吧？怎么了？难不成娘娘跟我要的那个毒药不是药老鼠的，而是用在人身上？你，来人，给我掌这个口无遮拦的贱人的嘴！皇后的口令刚下，身边的嬷嬷就走向了云洛家。云洛家还未动手，后方的11就一个生扑，把那嬷嬷扑倒在地，新长出来的尖锐指甲对着嬷嬷的脖子就插了下去。11，不可杀人哦。皇后娘娘，我觉得您不是想要教导我规矩，而是想借此机会欺负我。你，给我出去跪着，带着你的那个畜生一起跪着。我们何错之有？为何要跪？你反了天了你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拖下去，掌嘴！哦，皇后娘娘的意思是您是天？娘娘，您这是想要谋反啊！您若是天，那陛下是什么？天哪，我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！娘娘不会是要灭口吧？你牙尖嘴利的，本宫今日就要撕裂你这张嘴！皇后已经没办法思考，自己往前冲，想要亲自对云洛家动手。什么事让皇嫂这般动怒，竟要亲自动手？陛下驾到，安宁王到。小13听闻皇后要教导七小姐规矩，非要缠着朕与她过来看看。朕在宫外就听到皇后的声音了，怎么教个规矩还能吵闹起来不成？回陛下，这七小姐实在是牙尖嘴利，又不服管教，臣妾只是想要……我刚来，皇后娘娘就骂我不知礼数，我说我就是不知礼数才麻烦娘娘教导的。
娘娘就让人强行按着我让我跪下，我有些不解，她就让我滚出去跪着。我住嘴！陛下在此，哪里容得你胡言乱语？我不懂礼数本就是事实，安宁王要是嫌弃我不懂礼数，那便不要娶我好了，何必为难于我？虽然知道云洛家是装的，可君清燕听了还是觉得心疼。别难过了，我并没有嫌弃你不懂礼数，我就喜欢你这般样子。皇兄，皇嫂，她不懂规矩就不懂吧，她是做我的王妃，又不是进宫，我都不嫌，你们何故要让她进宫来为难于她，让她受这般委屈？经过这段日子的康复训练，君清燕走起路来已经好多了。此时他满眼心疼护着云洛家，句句都是对皇后的指责，都让皇帝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这事儿本就是皇后提议，皇帝当时也只觉得云洛家这孩子确实是不怎么懂规矩，也就顺着皇后的意，让皇后把人接进宫来小心教导。本是好意，谁曾想皇后能把事情闹成如今这样。他不愿学便不学，朕就不委屈他学了。七小姐乡野间自在惯了，是本宫为难你了。是我配不上安宁王，是我不懂规矩，是我不好，让娘娘和陛下费心了。哎，是皇后委屈你了。好了，别伤心了，朕那儿得了棵朱红珊瑚树，一会儿给你拿去把玩吧。谢谢陛下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就好，我这就带你回家去。他知道云洛家多少有些装的成分，却很愿意配合着他演戏演下去。你倒真的是胆子大呀，把皇后气成那样。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没事想找我的麻烦。出了皇后的宫院，君清燕坐在了放在门口的轮椅上。云洛家还在分神，听着殿内皇帝训斥皇后的话，嘴角弧度不由放大，心情更加好起来。今日我来得及时，是因为我本身就在宫中。倘若我没这么巧在宫中，或者说我不在京都，赶不及来救你，你定然是要吃些苦头的。日后稍微忍耐一下，拖延些时间，等我来了再闹也不迟。之后我会掂量这件形势的。这小丫头嘴上这么说，脸上却完全是毫不在意的神情，也不知道她能把自己的话听进去几分呢。罢了，与其劝说这小丫头，倒不如自己多费心护着她吧。君清燕今日需要去一趟军营，方向跟相府相反，于是她便带着云洛家一起过去。对了，温武哥哥对你和虎啸君极其的敬仰，一直想要去瞻仰一下虎啸君的君威风姿，不知道方不方便？君清燕只是淡淡的回应，也没说可以，也没说不可以。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？军营有些规矩，可倘若嘉儿能亲我一下的话，规矩倒也不是不可以破。亲一下是吧？大林子，带着11骑风马。好的，七小姐。突然一只手勾住她的腰，云洛家的身体被往后拉去，踉跄着跌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嘉儿把11送出去，是想如何亲我？今日不满意，那些规矩我可就没有办法了。什么样的才是满意啊？云洛家意味深长地低头往君清燕的下身看了一眼。让王爷满意实在是太容易了。君清燕对他有欲望，虽说从未对他有过逾矩的行为，可是每次稍有身体触碰，那小清燕就会对他肃然起敬。只要亲了就可以。王爷，您这也太没有原则了，像个沉迷女色的昏君。哪日让云峥带他过去就好，倘若他想参军，倒也可以让云峥做主收下。这是亲满意了？云洛家的脸伏在他的脸侧，气息喷在君清燕的耳边，故意逗着他。君清燕身体紧绷，喉结滚动，放在云洛家腰间的那只手明显的用力了几分。他极力隐忍着，把小丫头从腿上抱起，放到旁边坐下。这个小丫头就像小妖精似的，差点让他把持不住。君清燕的耳根一直红到了脖子，他
他的视线避开云洛家，自己需要平复一下心情。王爷，你怎么不抱着我了？相比硬邦邦的马车，我还是觉得王爷的怀里温暖。别闹了，不然本王把持不住，伤的可是你。要不要我出去骑马啊？让王爷释放一下。君清燕知道他是口无遮拦，可这般直白大胆的话把君清燕都给气笑了。你当我是那种浪荡之人？当然不是，王爷在我心里是正人君子，正的不能再正了。他确实正经，就是那种平时正经，偶尔的一句骚话能够闪到人腰的那种。君清燕被他逗笑了，满眼宠溺，嘴里没有一句实话。两人一路笑闹着到了军营。哎，七妹妹，今日怎么来军营了呀？云洛家便把进宫的事避重就轻简单说了一下。我哥前些日子跟我说想来虎啸军营看看，我来是与王爷说了，他说让你有空可以带着他过来，倘若他有意从军，你也可以看着安排。他倒是与我说过这事儿，我没放在心上，给忘了。明日我问问他有没有空，带着你过来转转。七小姐，王爷让您快些回去，宫里有些事情，需要即刻带七小姐入宫去。好，去营帐吗？是，王爷已经在等七小姐了。云洛家隐约觉得应该是二皇子有动作了。快到营帐，他便看到君清燕站在营帐外面等他，马车已经在旁边候着。皇兄中毒了，宫里御医都束手无策，所以让人来寻你。回去的路上，马车行驶得比较着急，但好在道路平坦，所以马车上倒也不是很颠簸。君清燕搂着云洛家的肩膀，将他护在胸前，使云洛家那种颠簸的感觉减轻了一些。七小姐接来了，快让七小姐给陛下看看。看着云洛家给皇帝诊脉，众人面色凝重地盯着他，一脸的紧张。我要给陛下治疗了，伺候的工人留下，麻烦其他人都先出去。等众人离开后，云洛家直接从药箱里取出解药递给皇帝。陛下所中的毒药出自我手中，我这里有解药，您先服下把毒解了。大公公听了他的话，脸色陡然一变。你这是何意？难不成是你给陛下下的毒？陛下先把解药服下吧。自然不是我下的毒，倘若是我给陛下下的毒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说出来？我没有理由害陛下，我爹对皇帝忠心耿耿，对李朝鞠躬尽瘁，陛下对我们一家都很好，我与陛下又无仇怨，我那么做有何意义？皇帝这才接过解药放进嘴里，他审视的视线看向云洛家。朕方才看你往人群看了看，你是在看什么呀？陛下，我来自乡野，说话直来直往，没有太多弯弯绕绕的心思，我便直说了。这个毒药确实是从我这里出去的，但并不是说就是那人要害你，也有可能是他把药给弄丢了，被谁捡走了也说不定。哎，直说便是，朕恕你无罪。得到皇帝这个话，云洛家这才有些为难的开口。前些日子皇后娘娘召见过我，之后说是殿中有老鼠，我当时刚研制出来留着配药的毒药，就拿给娘娘了。我不是有意带毒药进宫的，只是当时刚好研制出来，放在袖袋中就忘记取出来了。恰巧皇后急着见我，她如此说，我就记起身上有带的，便给了她药老鼠。不管皇帝信不信，他必然是对皇后有所怀疑。他要做的事情都做了，接下来就得看君玄义的安排。皇帝盯着云洛家看了半晌。你确定此药是给皇后的那个吗？陛下服用解药后，感觉身体如何了？吃了解药之后，皇帝那灼心的痛感已经缓解，这会儿觉得身体轻松了许多。你回府去，禁足半月，不可出府。云洛家皱起眉，但还是谢了皇恩，拿着小药箱离开了。皇兄没事了吧？看到小丫头脸色不好，君清燕的眼底闪过一丝担忧，但云洛家却对她摇了摇头。陛下罚我禁足半月，我得先回家了。君清燕不太明白皇帝为何要禁足云洛家，但是也没有多问，只让大林负责把云洛家和十一送回去。
云洛家心情平静，回到丞相府，怡然自得地回去补了个觉。傍晚时分，君清燕亲自到他的小院，皱着眉头看了他许久。夏皇叔，你拉着张脸做什么？吓到人家了？吓到你了？天塌了你都不带皱一下眉的，我拉着脸就能吓到你？好害怕呢。君清燕实在是拿他没办法。这就是你与玄逸计划的复仇手段，先扳倒皇后。倒还知道对付太子就要先扳倒皇后，这还算是聪明的。只是这招对于君玄逸来说没什么危险，可对于云洛家来说就实在是太冒险。看来你已经查出来他的身份了。君清燕无奈地看着他。今日之前我并没有查出来，也是今日之事让我有了猜测。君玄逸当年母族满门流放，母亲被陷害自缢，君清燕当时年岁也不大，但他那时每日跟先帝在一起，多少听到些风声，知道此事与当时的太子妃，也就是现在的皇后一族脱不了干系。日后莫与他接触了，你不该参与这些事情中。事关重大，今天就算是云洛家生气，君清燕也是要把话说完的。日后我会让尾六和尾巴看着你，不会再让你见玄逸的。这个事情我自己会掂量着的。他倒是没生气，拖着腮帮子看着君清燕的眼底还带着笑意。君清燕，你又不是我爹，你是长辈做习惯了吗？怎么总为我操那么多心呢？我是担心你啊。玄逸我虽不了解，但今日之事就算是查了也查不到他的头上，可确实是连累了你，并且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。他这般行事并未想过护你周全，让我如何能不担心啊？你对太子有怨恨，此仇不报不快，我明白。我答应你，时机成熟之时，我帮你报了这个仇，如何？我偏要自己来，王爷准备怎么办？你非要与玄逸合作？其实他也并不是非要跟君玄逸合作，只是跟君玄逸合作会省事儿很多。说是君玄逸的复仇，严格来讲已经算是夺嫡之争了。以君清燕现在的身份，不太适合参与这事儿。云洛家觉得此事与君玄逸合作是最为合适的。本身君玄逸跟太子就有仇，太子是他与君玄逸的共同目标。第二，就算是真的东窗事发，这个事情也牵扯不到君清燕的身上。我要是说是呢？王爷准备再让几个暗卫将我软禁起来？佳儿，你知道本王不会。莫要说这种话激我。云洛家知道君清燕不会那么做的，他也只是开个玩笑。不过看着君清燕这个反应，他这个玩笑在君清燕看来也许并不好笑。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吃醋，还是因为担心我不安全，或者两者都有。要是因为吃醋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够相信我。倘若是因为担心我不安全呢，我可以理解，也很感动，但是不愿意接受你这种禁止式的关心。他不喜欢君清燕这么做，不会妥协，所以他便直接地告诉君清燕，让君清燕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。如此一来，相处中的矛盾就会少很多。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便是这样，难道你不是因为我本身就这性子才喜欢我的？倘若你喜欢大家闺秀，倒不如直接找个愿意做金丝雀的养着，何必想改变我，让我做那笼中鸟呢？你啊，永远都有理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不要被玄逸利用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跟他应该算是互相利用。他和君玄逸有共同的敌人，倒也说不上是谁利用谁。云洛家见君清燕不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，拉过他修长的手。天不早了，王爷还不回去吗？贾尔是怕我留下吃饭啊，这么着急下逐客令。你自己家里没饭吗？就想着在我家蹭饭。好好好，我回自己家吃。君清燕往外看了一眼，见没人看过来，勾着云洛家的下巴亲了他一下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呢安心在家待着，禁足期间莫出门，我空了便来看你。他起身叫了一声大林子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走到门口时还回头看了一眼云落家。他的眼底带着些许的烦闷，但最终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只坐到轮椅旁，带着小林子大林子一起离去。云落家起身把他送到院外，站在院门前目送他离去。君清燕渐渐走远，云落家听到他微微地叹息了一句：唉，说的话呀，他倒是一句都没听进去。这小姑娘太有想法了，让本王很是惆怅了。他倒也不是想控制这小丫头，只是会不自觉的就担心这小丫头遇到危险，担心她会被人利用。这谋害皇帝的罪名若是牵扯到这小丫头，就算是他君清燕也很难摆平。西小姐好比鹰隼，想要彻底驯服，需要没日没夜的熬，定然没有那般轻松的。本王驯服她？本王已经快被她驯服了。这小姑娘实在是难以管教，简直就让她操碎了心。不对，是根本就没办法管教，除了纵容别无他法。二皇子总算是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忘了我这个人了。这几日事情比较多，忙完我便来了。他为何进你的族啊？我给皇后毒药药死老鼠，陛下觉得我不该带毒药入宫，所以禁足我。听了云落家的话，君玄义的眉头紧皱起来。你这般与他说的吗？君玄义动了怒。我说实话而已，有什么问题？难不成打乱了你的计划？要真是那样也没办法，你做事前也没跟我通气，我也仅凭着猜测，觉得这事与你有关，配合一下而已。我不与你说，是因为我没想让你参与。君玄义烦躁地皱起眉头，他觉得自己快要被云落家给气死了。一向对任何事情都很淡然的他，此刻竟被眼前的小丫头气得胸口发闷。他已经最大限度的不想让云落家卷进来，云落家倒好，自己把自己往风口浪尖上搁。你事先也没跟我打声招呼，我以为你需要我的帮助。他又不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，他以为他们是合作关系，合作不应该是配合吗？此事是我考虑不周了，是我把你想得太聪明了。你这话说的让人很不开心。你考虑不周就考虑不周，为什么要人身攻击我？极少看到云落家生气，君玄义倒是觉得很新奇。他嘴角的弧度柔和了许多。他已经查出了给他下毒之人确实是与皇后有过接触，而且已经供认找到了盛放毒药的瓶子，此是皇后不认也的人。见来皇后对他颇有不满，很多话传到他的耳中，他大概是信了。那陛下准备如何处置皇后？皇后之位他必然是坐不稳了，至于他准备怎么处置他，暂时还没有定论。恭喜你啊，除掉了一个仇人。君玄义闻言抬眸看向云落家，再看到云落家眼底柔和的笑意，心脏陡然颤了一下。这一刻，君玄义竟然觉得云落家与他是一条心的，是真心的为他感到高兴。这次的事情你太不谨慎了，之后的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了，我先走了。王爷过了年是不是都23了？确实是。嘉儿不会是嫌我老吧？老？你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啊？云落家无语地看着他，伸手轻跳地勾了勾君清燕的下巴，不由得感慨：哎呀，小郎君不仅年轻，还很貌美，落我手里，算是我赚到了。没点正形。君清燕宠溺地笑起来，她拉过云落家的小手，然后握住他温暖的掌心。日后有事你可以与我商议，莫与玄义接触了，可行？他是用商量的口吻，没有像之前那般强势。这些日子的相处，他发现小姑娘脾气不小，语气差一点她就要生气。吵架生气了呢，还得哄她，倒不如温和点跟她说。前些日子，他让人请了君玄义去安宁王府，他与君玄义聊了许久，大约知晓了君玄义回京的目的。云落家叹了一口气，我喜欢有话直说，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说了，我想要太子的命，这事不能拖你下水。君玄义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，我此时若是答应你不与他接触，之后再与他接触，那便是骗你。我很喜欢你有话直说，
但我还是要劝一句，凡事不要牵扯太深。无论你犯了多大的错，我确实都可以护你。可怕的是，我没有在你身边，没能及时护住你，让人钻了空子。小姑娘实在是太让人操心了，她君清燕从来没有这般为一个人操心过。你禁足不知道，皇后被废了，囚禁在原本的宫殿。皇兄最近脾气很大，朝堂风雨飘摇，丞相大人最近应该也很忙。只是被废了吗？谋害皇帝也只是被废，皇帝还是太仁慈了。是被废了，但是皇兄不会留他性命的。太子在殿前跪了3天，头都磕破了。皇兄非但没有心软，反而震怒，将太子关了起来，变相的进了组。知道，我只要太子的命，朝堂之事我不感兴趣。太子之位落谁家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只要他们不妨碍我，我还是个很乖巧的人的。这个太子得罪我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，他确实不配为储君，除了他，也算是为百姓做件好事吧。他捏了捏云洛家的小脸，眼神中含满了温和的笑意。你禁足还有3日，5日后便是你大哥婚事了。你大哥婚事过后5日，我便来相府提亲了，你可知道？那什么时候成亲？听了他的话，君清燕稍稍愣了一下，忍不住先笑起来。佳儿这般着急嫁给我，合了八字后再定下适合成亲的日子，我会选最早的日子。佳儿莫要着急。说起结婚，云洛家的心底没来由的有些着慌。他盯着君清燕看了一会儿。我嫁你可以，但是你若想纳妾，或者喜欢上别的姑娘，得先与我和离。到时候你若不愿，我跑了，你可别迁到我家里。你这脑瓜子里每日都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不会纳妾，也不会喜欢上别的姑娘，所以你不能跑。你要是跑了，我定然要迁怒丞相府。你做安宁王妃，本王保丞相府前程4级。你若跑了，我就栽赃陷害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灭了丞相府满门。你可真不是人。云洛家嫌恶地瞥了一眼君清燕，却被君清燕捏住下巴亲了一下。君清燕在云洛家这里坐了一会儿，小林子便从外面跑进来，附耳与他耳语了几句。知道了，我有些事需要先处理，先回去了。近日我怕是没有时间过来了，你大哥成亲的日子来。好，你忙你的，不用惦记我。云洛家站起身来，送着君清燕离去。9月18这日，安宁王去丞相府纳采的队伍足足有2条街那么长，整个京都都震惊了。这种盛事实在是难得一见。君清燕来提亲，我不是不用去见吗？为什么要给我打扮成这样？即便是不用见面，这样的日子也得重视起来。再说了，万一安宁王要见你呢？哎呦，就算是见面，也没必要这么夸张。小姐，安宁王来了，纳采带来的礼从前厅摆到了外面，看不到尽头。外面好多围观的百姓，我在前厅外看了一眼，那礼单足足有那么厚。他用手比划了一下，礼单比一本书都要厚了。就算是皇家纳采，也从未见过给这么多台礼的。君清燕这是打破了规矩，为了表示对云洛家的重视，直接将礼翻了几倍的送来。佳儿今日真美。人这么多，你可别调戏我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何来调戏？佳儿怎么过来了？这场合是你该来的吗？没点个规矩。他嘴上总说着云洛家没规矩，语气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。云华旭倒是没有批评女儿，只是慈爱地对她笑了笑。来了便来了吧，进去坐着说话啊，别让王爷在外面站着了。王爷，我们进去吧。好。云洛家坐在君清燕的旁边，听着老夫人和云华旭以及君清燕说话，意思大概是中午君清燕要在这里吃午饭，问她可有忌口的没有。而且云华旭觉得君清燕纳采的礼实在太多，有些过于奢靡。丞相大人放心，这些
有些是皇兄为本王准备的，但大多都是本王私有之物，绝无一分明旨。加尔他值得本王的重视。我倒也不是那个意思。云华旭抿着唇点了点头，他看得出君清燕对云洛家的真爱。君清燕对云洛家重视，他自然是高兴，只是这纳采的规格实在是高得离谱。